皇上是想问，臣应该从谁的命？昨天王延龄招你入府，今天一早便向朕提议招你为驸马。朕想知道，你们昨天聊了什么？王宰相想让臣拜在他门下，将来与他共进退。招我为驸马，既是他向臣开出的条件，也是他想在皇家布下一颗自己的棋子。这些伎俩，臣明白。那你答应了？天下是皇上的天下，臣自然是听从皇上的。你答对了。可惜满朝文武，又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？陈世美，你可有家室？臣这10年寒窗苦读，还没顾得上成家。那朕就招你为驸马。臣愿为皇上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公子请留步。你是陈世美？正是。敢问姑娘是？我是青女。不知公主在此，在下失礼。敢问公主有何吩咐？陈公子，我不能嫁给你。什么？或许你是个好人，可我已心有所属。可是，皇上他……恳请陈公子奏请皇上，拒绝这门亲事。为何？你我素不相识，如何长相厮守？日久见人心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望陈公子成全。请公主恕罪，在下不敢跟皇上说。我好好与你说，你不听，那我就和你直说了。虽然你是一个金科状元，可在我眼里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就是一介布衣罢了。我知道，你不过就是想攀龙附凤，可我不是你的垫脚石。我劝你知难而退。公主说这话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一个状元郎，这话你能听不懂？虽然道理我懂，但是我陈世美出身布衣，不是我能选择的。在下告辞。公主，公主，哎呦，这，皇上，下去吧。是。青女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嫁给陈世美？你是公主，她是驸马，是她嫁给你。我不答应。青女啊，我一直想给你找个好归宿，找了许久都没有合适的，要么丑，要么胖，要么就妻妾成群，只有陈世美，朕想挑毛病都挑不出来。要不赶紧定为驸马，就被京城的达官贵人、大小姐们抢走了。我不稀罕。我稀罕。青女，咱们姐弟俩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虽然是皇上，但是步步如履薄冰。朕需要陈世美这样的人在朕身边帮朕，把她招为驸马，她就是皇家的人，就是朕身边的人。原来这个驸马，你是给你自己招的。是为大宋江山招的。一儿，还能改变吗？好，我答应。
叶儿，你知道的，自从长大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姐姐。少爷，这阵势可比您当初的冰场威风多了。叫我什么？哦，对，张统领。我这身行头怎么样？威风八面。包黑子只是威风一时，您才是威风到了最后。小爷我从不以成败论英雄。虽然包拯赢了，但是我没白交你这个朋友。您拿我当朋友？以后咱们主仆以兄弟相称。还是那句话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皇上，今年又该到恩荫百官的日子了。这是老臣辖内各级官员呈报上来享受浩荡皇恩、荫补子弟仕途的名单，总共3001人。多少？3001人，臣已经核查过了，准确无误。为什么这么多？皇上，朝廷现在位的后朝的和颐养天年的文官，从1品以上大臣，共计58人。按照祖制，每人可以在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、外姓亲以及门客之间，荫补7人入仕。3品以上在位的、后职的、颐养天年的官员已经超过500人。按照祖制，每人可以3人入仕。再加上3品以下官员有资格荫补的，总计3001人。枢密院呈报的比王大人少一些，3000人整。臣也核查过了，准确无误。这么说，又将有6001人要吃俸禄，从国库里拿银子了。2位爱卿，朕父皇在位的时候有多少官员？7000人。那现在呢？皇上，我朝目前在职人员大大小小一共17000人，每个在职官员背后还有3个人等候补差。臣听闻，在文官当中，有人苦等到白了头发，还未谋得一个差事。臣还听说，有人走路已经离不开拐杖，还想着统兵跨马杀敌。如今又要增加6000人。皇上，这些人都是大宋的基石，臣以为基石越多，江山越稳固。臣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国库已经捉襟见肘，朕拿什么奉养他们？你们怎么不说话了？皇上，国库的银两是宰相辖内的事情，枢密使无权说话。自打皇上归政，吉人天相，天下风调雨顺，民间年年都有增收。臣以为可以适当增加税赋，以丰满国库。王大人，晚辈认为，大宋江山的基石不论是什么人，百姓稳才天下安。这几年，百姓的生活刚有些好转，从百姓嘴里夺粮，不是上策。那什么是上策？搁置荫补，裁官减吏。闭嘴！王大人是2朝的宰相，吃的盐比你吃的粮还多，你有什么资格教王大人？裁什么官，减什么吏？你要不要先把我这个枢密使给裁了？
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两位爱卿，折子先放在这儿吧，让朕再想想。皇上，今年是科举之年，科考的事情该准备了。这是廷试的几篇题目，请皇上过目。王大人，科举的事，也让朕再想想。臣告退。驸马，你来吧。你都听到了？臣听到了。所谓世袭恩荫，不过是有些人花了银子，在张王二人那里捐了官。等他们做了官，贪了银子赚回来的时候，自然会依附在张王二人身上，成为他们的党羽。不过这些人多多少少在朝廷里都有些宗族势力。这个时候，若是贸然断了恩荫，朝廷恐怕会出大乱子。皇上，是臣大意了。本以为改革科举可以断了他们的结党之途，可没想到他们还有恩荫世袭这条路。那朕还要受制于他们不成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是怕有损皇上的圣德。讲。皇上索性准了恩荫，让他们做官，只不过多加一条。每年要进行考核，考过的就留任，考不过的就免官。要是能考过，他们也不会选择走这一条路。到时要是全考不过，难道全免了不成？张公子说的没错，不过如果考核由我主持，我就会让他们留一半，免一半。什么人留，什么人免？在我这儿花银子的人留，没花银子的人免，花的多的留，少的免。然后臣再把那些留任的银子补给那些免官的人，他们拿到了钱，抵了当初买官的花销，自然就不会生事。至于那些留任的人，来年再考一次，再结合科举，用不了多久，朝廷里的那些无能之辈就全部清理出去了。再后来的人发现，就算是花了钱也做不了官，自然就再也不会走张德龄、王延龄的门路了。以贪治贪，这办法倒是不错，但是花银子多的人变本加厉，这最后还是苦了百姓。皇上，事从权宜。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啊，臣遵旨。张大人，你是在等本相吗？正是。刚才我的儿子对您有些不敬，我在这里给您赔罪了。他长大了，身后还有皇上，我管不了他。张大人，你跟本相就想说这个吗？我还想说，阴补的事情，我跟王大人站在同一个立场。在朝堂上都说本相是老奸巨猾，本相讲的话3分听7分猜。我看你比本相还老奸巨猾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大人，阴补的事情呢，皇上说要再想一想。科举的事情，这么多年都由王大人主持，皇上还要想一想。王大人，
难道我们真的老了吗？张大人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正是炉火纯青。可有人觉得我们已经老了，而且是倚老卖老。相爷，你们都来干什么？相爷，学生们听说阴卜的事，皇上已经恩准了。我还没听说呢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再说这是好事，你们为什么个个都哭丧个脸？相爷，您还不知道，阴卜皇上是准了，可增加了每年的考核，过不了要免官呢。什么？这都是驸马身边的人传出来的，考核的事情就是由他主持。相爷，难道这事儿您真的不知道吗？陈世美当年可是您最器重的门生，我们还听说今年的科举，皇上想让陈世美来办。相爷，要不然您跟陈驸马打个招呼，该花的钱我们一文都不会少，可千万别断了大家的门路啊！是啊，相爷，你看这。驸马，听说皇上委了你重任。皇上想让世美主持今年的科举。你可知道以往主持科举的是什么人吗？宰相王大人。这宰相干的事情，交给了你。你可知道皇上是为了什么？皇上是把世美当成自家人了。所以你更要尽心尽力办好这件事情，多为皇上招纳笼络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。请公主放心，世美一定会的。你为什么不喝酒啊？世美不敢在公主面前放肆。你可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记得。什么日子2年前的今天，是我们大喜的日子。既然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岂能不喝酒庆祝呢？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一转眼，我们就在这同一屋檐下生活了2年的光景。你做了驸马，可后悔过？公主，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，您说癞蛤蟆会后悔吗？世美出生草根，家境贫寒，让公主受尽委屈了。你得到了驸马的名分，却得不到公主的情谊。我这个公主没有让你享受过夫妻情趣，让你独自睡了2年空床，你都不后悔吗？满朝的权贵，哪个不想跟公主结姻？可是这种好事儿偏偏砸在我陈世美的头上，多少嫉妒的眼睛在盯着我。世美恐慌还来不及呢。那你今天还想试试运气吗？想。
还是一个空字啊！我说驸马，你的好运早在2年前就已经用完了吧？这可怪不得我让你独睡空房了。公主，2年了，世美一直想知道另一块牌子上是什么。只要公主高兴，世美睡一辈子空床也愿意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今晚说后悔，我就不让你后悔。可惜你又说错了。唉，我是一个女人，不是天鹅。我要的是一个男人，不是一只癞蛤蟆。公主，好了，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金鸡起舞，悬梁刺股，想要金榜题名的小爷们，起来读书了啊！起床了啊！起床喽！金鸡起舞，悬梁刺股，要为人上人，吃得苦中苦。您说，玉名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起床了啊！欲治其国者，先治其家。欲治其家者，小爷，小爷。出人命了！包大人，把死者放下后，从口中流出的血液已成黑色，一定是中毒身亡。将他抬回开封府。是。是。包大人，是你发现的？包大人，是小人发现的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小人一早喊这些书生小爷们起床读书，平日小人喊到这里时，里面准会丢出一只鞋子砸小人，今日却出奇的安静。小人以为他在偷睡懒觉，就站在门口叫鸣，谁知道门自己开了，小人就拿着灯笼往里面照，就看到一个人悬在上面，小人吓得屁滚尿流，魂飞魄散了都。门是自己打开的，是一阵风吹开的。里面的人夜里不拴门，平日是拴着的。包大人，他是自杀还是被人杀的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他死的蹊跷啊！哪里蹊跷？昨天他家里刚给他送来一大笔银子，结果今天人就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昨天吃了酒，满身的酒味儿，醉醺醺的告诉小人的。他跟什么人，在哪里吃的酒？不知道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他要用这些银子打通关系，投拜名门做门生，这样就是整天睡大觉也能金榜题名。他投拜了哪个名门？不知道。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？他说以后一定会发达的，让小人对他好一点，往后别再给他半夜鸡叫了。什么半夜鸡叫？小人平时起得比鸡都早，替鸡叫鸣，叫这些小爷起床读书。包大人，会不会是那些流窜的灾民为了图财害命？最近黄河泛滥，开封城的灾民可多了。你见过有灾民会使毒的吗？没有啊。
包大人，此人死相不错。你想说什么？他不是被吊死的。你如何断定？吊死鬼我见多了，一个个呲牙咧嘴、吐舌头瞪眼，死相都非常难看，而且尸体上会有尸斑。他没有尸斑，并且死相不错，像是睡着了。你是说他先死后上吊？一定是被人事先下了药。咱们想到一起了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大人，那老鼠怎么了？死了？睡了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可还喘气儿，用手捅都捅不醒。那人口吐之物里一定是有蒙汗药。如果书院守门人说的是真的，这个人有一大笔银子不知去向了。谋财害命。你们两个想办法查清楚，他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一起吃的酒。是。我说，你走的那么慢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开封城啊？我这儿呢，都2年没有见到我娘了。这一路上，你走得懒洋洋的，你以为我愿意骑你啊？人家做官的骑的都是高头大马，一个个意气风发，多么风光。而我呢，我却骑了你这头又矮又丑的破驴。我没感觉寒碜，你倒觉得委屈了，真不识抬举。等我有了银子，我先把你换了。都说狗眼看人低，没想到你这驴眼看人也低啊！你瞧不上我这个七品芝麻官，我告诉你，你还真别瞧不起骑驴的。当年我三叔金榜题名都衣锦还乡的时候，骑的也是一头破驴。而现在呢，我三叔官任开封府尹，从3品，整个开封城全归他管。你别不信。别看你现在是驮了个芝麻官，早晚我会发达的。等你老的时候，我做了宰相，你可以跟你的驴儿子、驴孙子们说，当今的宰相骑着你渡过千山万水。那个时候，你的驴儿子、驴孙子肯定惊倒一片，对你顶礼膜拜。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我可没有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慢一点，你慢点，把我颠下来了。喂，让让，小情侣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对不住了，没有惊吓到你们吧？孩子，你娘在哪儿呢？哎，别担心，你娘肯定是去解手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我娘被歹人抓进去了，快救救我娘！什么？娘！歹人，不许糟蹋女人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夫人，你在哪儿啊？夫人，你在哪儿啊？孩子，你娘在哪儿啊？孩子。孩子，我的驴呢？我的驴！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的驴！再不站住，我就不客气了！停！你还有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禽兽，
本大侠终于抓着你了。禽兽！你说我禽兽，你偷了我的驴还倒打一耙？天下还有王法吗？你不是包勉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？喂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当初我可差点成了你的婶婶。你是雨柔姑娘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怎么成骗子了？手里还带着家伙？谁跟你说的？我是女侠，江湖人称哮天猫，大名鼎鼎，威震江湖。我的名号总听说过吧？哦。娘，咱们有银子了吗？快有了，够咱们走到京城吗？把它卖了就够了。那就快把驴卖了吧。卖。哎呀，我和弟弟都要饿死了。好，把它卖了，娘给你们买包子吃啊。快点。你竟然被一个孩子给骗了？我哪知道他们会骗我？等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驴和他们全都不见了。什么眼神儿啊！居然把我当成那2个孩子的娘了。谁啊？你的驴屁股跟我的驴屁股一样呢，所以……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天下的驴屁股都长得一个样子。哎，对了，雨柔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成女侠了？哎，那年没做成你婶婶，我就做了女侠了。我看你倒不像个女侠，像个村姑。你在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？除恶人。除什么恶人？近些日子，有一个歹人，专门在这附近打击奸淫过往的女人。啊，他害了不少良家妇女。我是故意打扮成村姑的样子引他上钩的，可没想到歹人没引上来，你却上了钩。你把我当恶人了？得亏认出你来了，不然你就惨了。快救救我娘！快救救我娘！快救救我娘！就是他们，就是那个女孩，就是他们，他们把我的驴给骗走了。我娘被歹人抓进树林里了，快救救我娘！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。我娘真的被歹人抓进树林里面了，这次是真的。你们竟然还敢故伎重演，得亏遇到了我，揭穿了你们骗人的把戏。求求你们，快救救我娘吧！看样子是真的。你守在这里，我进去看。哎，他们是骗子，雨柔姑娘，你不要相信他们。你真的被人糟蹋了？那禽兽呢？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大声喊呢？他有刀。这个禽兽，又让他给跑了。分给孩子们吃吧。谢谢。夫人，你不应该教孩子骗人的把戏，把自己都给害了。谁能想到呢？我们半路上遭了歹人，盘缠被抢光了，2个孩子饿得直哭。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那你们要去哪里？去京城。去京城做什么？找人。找什么人啊？怎么了？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他现在被人糟蹋了，肯定还怕别人知道。
他怎么可能告诉你他去找什么人？别什么都打听。哦，不过他们也挺可怜的。哎，不如带他们一起去京城吧。什么？你让我跟他们一起走，多不方便啊！干脆你带着他们得了。我还要留在这里抓歹人呢。好吧。三黑，又在想案子呢。今天城里出了一桩命案，书院的一个书生被人毒死之后，吊在梁上，伪装成自缢身亡。这案子很蹊跷。三黑，家里不是开封府，不许把下人的案子带回家，不吉利。你整天说些杀人放火的事情，我怕吓着我们的儿子。儿子？今天嫂嫂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为我把了脉，说从脉象看，肚子里一定是个男娃。男娃？嗯，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我可放心了。瞧把你美的，怎么了？女娃子就不是我们的骨肉啦？端午啊，男娃子、女娃子都是我们的骨肉。但这万一女娃子像我，你说有谁愿意娶一个黢黑的女人回家做老婆？呸呸呸！不许胡说。男娃子、女娃子都像不了你，一定都像我。对，都像你。快喝了补补我身子。喝过了，这是嫂嫂特意给你留的。给我补什么？我肚子里又没孩子。没孩子也得喝。你每天为公事熬到半夜，灯油还有烤干的时候，更何况人呢？嫂嫂，我喝。哎，三黑啊，明儿捎信回来，明天要回到开封城了。明天回来。啊？敏儿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哎，什么叫突然回来？敏儿在外地做知县都2年了，嫂嫂其实天天心里都盼着敏儿，只是嘴上不说罢了。嫂嫂，明天多做点敏儿爱吃的，咱们一家好久没有团聚了。深更半夜的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去看看。报大人，查清楚死去的那个书生死前和谁在一起吃过酒了。什么人？河西路转运副使马在兴，他们昨夜在春喜楼酒馆吃的酒。除了河西路转运副使，还有别人吗？春喜楼老板娘说，只有他们2个人。这个马在兴也是湖北人，与那个白书生是同乡，他们一同从湖北进京赶考。今晚不要惊动他，明天悄悄从他查起。是。官爷，小女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昨天夜里陪马大人吃酒，结果小女不胜酒力，先醉得不省人事了。等小女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一旁的枕头是空的，小女还以为马大人已经先走了。小女疲乏无力，头痛欲裂，又睡了过去。早上醒来的时候才发现马大人已经被挂在了半空中。所以还有什么人和你们在一起吃酒？没有了，就小女和马大人2个人。包大人，这马在兴的死相也不错。
你早上醒来，门窗可关得严实。回大人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这酒菜又是从何处而来？菜是我们青楼的厨子自己做的。酒呢？你早上醒来，门窗可关得严实。回大人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这酒菜又是从何而来啊？菜是我们青楼的厨子自己做的。酒呢？酒是马大人自己带来的。把人连同酒菜一起带回开封府。驸马爷。哎呦，驸马爷今天来的够早的呀！驸马爷，来，驸马爷，今天您是容光焕发呀！驸马爷，上好的毛尖刚沏好，您就来了。哦，我尝尝这茶怎么样？哎，驸马爷，上好的点心。这不是茶。这驸马爷，这可是明前上好的云雀呀！对呀。昨夜跟公主吃多了酒。现在口干舌燥，所以这是及时雨。是。您与公主吃了一夜的酒，驸马真是辛苦了。是。昨天是本驸马跟公主大婚2年的日子，那你说能不吃酒吗？是。还好这公主心疼我，不让我再吃了，要不然我今天就来不了衙门了。哎，驸马。您和公主的大婚纪念日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是啊，以后让我们沾沾您和公主的喜气儿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样吧，今天兄弟我做东，咱们再重新庆祝一番。哎呀，是不是？不了。哎，不行，今天呀，该轮到我做吃酒了。好了，你们啊都晚了，已经有人排到你们前面了。这是谁呀？谁呀？先来报告吧。出事了！哎呀，出事了！驸马，河西路转运副使把自己给杀了。谁把自己杀了？河西路转运副使马再兴，昨天夜里把自己吊死在会馆他相好的屋里了。哎呦，怎么这是这事儿呢？马再兴。包大人，您看，尸体上没有尸斑。我犯了一个错误。如果昨天连夜查问他，也许能保他一命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半年。这么说，你们已经很熟了。这半年，马大人每次来青楼都要小女伺候他，日久生情。马大人喜欢上了小女，昨晚吃酒的时候还许愿说过些日子要赎小女回去做妾的。他怎么就把自己吊死了？他死了，小女可怎么办呢？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做官的、做生意的，还有读书人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。那些人你都认识吗？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一个姓白的书生，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他们是同乡，前年一同来京赶考，马大人中了进士，在京城做了官。那个白书生名落孙山，留在了开封读书，以后再接着考取功名。那个姓白的书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
睡了？死了。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马大人告诉小女的。包大人，酒里口中之物都有东西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白书生出身大户人家，家境丰厚，家里一门心思要他考个功名。前些日子他给了马大人一大笔银子，托他在朝中打点关系，拜师名门之下。昨天晚上马大人酒后高兴，告诉小女说那个白书生不知道为什么上吊死了，那一大笔银子全都变成他的了。多少银子？多少不知道，他只是说发财了，说赎小女的银子9牛1毛就够了。银子现在在哪里？小女不知道，小女1两都没见到。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大人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，我全都说了呀，大人。你的同谋是谁？同谋？大人，小女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马在兴是被人杀死后吊在梁上的，那个姓白的书生也是。大人，小女真的不知道啊。你一个人的力气，把马在兴吊不到梁上。小女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窗台为什么被擦得一尘不染？说。大人，真的不是小女杀的呀，大人。谁杀的？他叫何生才，是我的相好，是个盐行掌柜。因为马大人管着朝廷的官员买卖，半年前我的相好为了巴结马大人，就把我送去伺候他。谁知道马大人从此就独自霸占了我。昨天晚上相好悄悄给了我一坛子酒，叫我想办法把马大人灌醉，给他留着窗户，他要夜里跳窗进来与我偷欢。我听了他的，没想到我先醉了个不省人事。等我到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马大人吊在了房梁上，窗户打开，我怕受牵连，就拴了窗户，擦干净窗台。大人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！大人，真的不是我杀的，真的不是我啊！大人。来了！你就是掌柜的？我是掌柜的老婆。哎呀，我们不找你，找你男人。找我男人？我还正要找你们呢。别胡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快叫你男人出来见包大人。我男人不见了，我正要差人去开封府衙门报案呢，结果你们就来了。不见了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昨天我把他打出了门，他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这开封城的妓院酒楼我都找了个遍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那他到底能去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那掌柜的，这掌柜的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在哪儿啊？您还是自己去看吧。哦。那掌柜的，扶他去休息。是。你留下来。谁先发现的？是我大人。怎么发现的？是这样的，小人打扫院子，闻到院子里的酒气特别的香，小人就检查酒缸，发现这口酒缸封口松动，漏了气。院中正好无人，小人酒馋，所以就……都有什么人来买你们的酒？回报大人，我们老板有祖传秘方，酿的酒都特别香，
平时除了送朋友，都是留着自己吃，从来不外卖。昨天夜里可有人听到后院有什么动静？后院是老板酿酒藏酒的地方，老板怕小的们偷酒吃，除了打扫庭院，平时不许我们进去。那掌柜的，那掌柜的，老板娘为什么把老板打了出去？那掌柜的经常打掌柜的，想打就打，从来不商量。商量什么？他在外面养了女人，肯定是他杀了他。他是谁？我男人在外面偷偷养的那个女人。哪个女人？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！我要是知道了，我弄死他！你怎么知道你男人在外面养了女人？我发现家里的银子少了，他肯定在外面偷偷养了女人。你男人认识一个叫白幽露跟一个叫马在兴的人吗？认识，他们是同乡。同乡？是同乡，他们都是均州人。当年他们一起来京城考仕途的。我男人把银子、时间都花在了青楼里，人家中了状元，我男人却成了个花痴。包大人，怎么了？别人中了状元，他男人中了花痴。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这花痴却死在了酒中。这2天死的3个人都是当年均州来京考举的，当今驸马就是当年的状元，也是均州人。那又怎么了？包大人，您是担心会死第4个？你们2个，一个回开封府查验尸体，一个去书院查问，当年来京考举的均州考生还有哪些人，一个都不许漏掉。快去！知道了，包大人，我去书院。走吧。开封府包拯拜见公主。包大人，你可是稀客呀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下官有事要见驸马。驸马这会儿在朝廷，你应该去那里找他。下官去了，驸马不在那里。他也不在府上，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事情紧急，下官必须马上找到驸马。他会去哪里？他是个活人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他去哪里都可以。公主，那下官告辞了。驸马要是回来，让他一定待在府里，哪儿都不要去，千万不能喝别人送的酒。为什么？出了什么事情？出了什么事情，现在还说不好。事情查明了，下官再告诉您。驸马回来，请您一定要告诉他。2位爱卿，找朕有什么事情？皇上，这几天臣的家里被踏破了门槛，纷纷询问阴补之事。他们觉得勤勤恳恳为朝廷出了一辈子的力，子孙却得不到朝廷的恩荫，百官怨声载道，觉得不公平。臣的家里不是这样，来臣家里的都是一些武将。这些武将们为大宋出了一辈子的力。在臣家里面是又吃又喝，走的时候还拿臣家里面的东西，闹得臣家里面是鸡犬不宁。皇上，既然阴补的问题让2位大人束手无策，臣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彻底查清国库进项出项，查出朝廷里的蛀虫，连同那些官商勾结、以权谋私，
买官卖官的，罚没他们的家产，所得的银子用来阴补，绰绰有余。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，不知二位爱卿有什么意见？朕这几天收到几封奏折，参河西路转运副使，贪食酷淫，私做官盐买卖，买官卖官。朕正想找二位爱卿商量，先拿他开刀，却听说他上吊自杀了。死的真是巧啊！哎呦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你咋了？哪不舒服啊？这个小东西又在踢我了。哎呀，坐下，你什么也别干，嫂嫂来。嫂嫂，我没事儿。端午啊，以后你在咱们家只干一件事儿。哪件事儿啊？生孩子呀。嫂嫂，您这么宠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那当然得宠啊！你为包家续香火，是包家的功臣。端午啊，你记恨嫂嫂吗？记恨？端午为什么要记恨嫂嫂？前些年，你肚子一直没动静，我呀，差点让雨柔姑娘替代了你的位置。端午本来就是个丫鬟，能有今天都是嫂嫂的恩惠。前些年是我自己不争气，我怎么能怨嫂嫂？你心里要真这么想，嫂嫂就放心了。嫂嫂您就放心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嫂嫂，您说敏儿在外地当差，一去就是2年，这次回来就让敏儿在家里多住些日子。我也这么想，可敏儿吃的是官粮，差事在身，住长住短由不得咱们啊。哎，嫂嫂，要不然咱们去找找李娘娘，求她给皇上说说，把敏儿召回京，在朝中谋个差事。哎，按口信儿，敏儿应该今天到家。哎呀，到了。这个来看刚做的不错。好了解。挂件了，挂件儿，您要不要来一个？夫人，这里就是开封城了。2年没见，这里一点都没变。夫人，你们去哪儿啊？要不我送你们过去吧。不用了，一路有劳恩人，我们自己去就行。谢谢恩人。谢谢恩人。那行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夫人，你们多保重。一路多谢恩人照顾，恩人也保重。夫人，保重。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娘也不知道。走吧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查清楚了，当年从均州来京会考的考生一共有5个，除去这2日死去的3个，另外2个，一个叫韩琦，是考5科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当今驸马。那韩琦现在何处？这个叫韩琦的当年没考上武举，现在人在哪里还不知道。驸马不在朝廷，也不在驸马府，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你跟马汉马上带人分头在城中寻找，找到后守在他身边，派人回来告知我。包大人放心，驸马只要还在开封城里，他就是根针，我们也能从海里把他捞出来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皇上口谕，召您现在入宫。河西路转运副使马在兴自寻短见，吊死在青楼里，查清楚原因了吗？
皇上，二位大人，马在兴不是自杀，他被人在酒中下了蒙汗药，昏迷后吊死在了梁上，伪装成自缢身亡。你确定？臣确定，这是一场连环谋杀案，加上马在兴，这2天开封城一连离奇的死了3个人，他们3个人是同乡，其中一个白姓的书生死法跟马在兴如出一辙。3个人都是被杀的。是。会是什么人干的？正在查。目前知道有一点很蹊跷，他们3个人不但是同乡，还是同窗，都是前年科考的考生。那年他们同乡一共5个人，现在死了3人，剩下2人一个不知去向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一个是当今驸马陈世美，他们都是来自军州。陈世美？是。皇上，臣刚才去了朝堂跟驸马府，没有找到驸马，公主也不知道他的去向。保长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目前还不知道凶手为什么杀人，学生担心驸马的安危。皇上，臣有事禀奏。今年的科举廷试，臣想举荐驸马陈世美主持。皇上念念不忘科举变革，臣也许老了，对变革的事情力不从心了。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一个都没回来啊？嫂嫂，要不我出去看看吧？哎，端午，你小心点儿，别走远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嫂嫂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驸马找到了，劳不快，让我过来请您。带路。哎。包大人，人呢？在里面吃酒。吃酒？跟谁吃酒啊？您进去看一下就明白了。包大人，三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包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哦，我刚回来，先和驸马叙叙旧。驸马，我们在满城找你，开封城这会儿恐怕已经开了锅了。找我？做什么？担心你的安危。我的安危？包大人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河西路转运副使马在兴，你认识吗？哦，我认识。我听说他昨夜自缢身亡了。他是被人杀死的。被人杀死？那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一个叫白幽路的书生和一个叫何生才的商人，你认识吗？哦，认识。当年学生跟他们一起进京赶考，他们2个也死了。也死了？也是被人谋害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一个在前天夜里，一个在昨天夜里。三叔，这几个人我也认识，我们是同窗，当年一起在书院读过书。怎么了，三叔？你是什么时候回到京城的？我刚到不久。为什么不回家？啊，我跟驸马事先约好了。我们在这里有点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包大人，学生想托包勉兄弟办点私事，就没必要跟您说了吧？你们私事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
王朝在，带包勉回去。是。三叔，不用，我知道回家的路。你跟王朝先去开封府。去开封府干嘛？我娘还在家等我呢。我有话要问你，说清楚了再回家。有什么话，就在这里问吧。我跟驸马还有话要说，你跟王朝到开封府等我。这个也一同带回。是。包勉公子，走吧。驸马，告辞。娘，这人像是个好人。走。劳烦姐姐，跟你打听一下，开封城的书院怎么走啊？开封城有好几个书院，您找哪一个？我找能考状元的。哪个书院都能考状元？都能考啊？嗯。你们一同来会考的还有什么人？还有，还有一个叫韩琦的。这个韩琦现在人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当年他名落孙山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听说他心灰意冷，云游四方去了。包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学生也有性命危险？还不确定。你们一同来京5个人，接连被人杀死3个，我担心。包大人，您一定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了。学生虽然与那3个人是同乡，但是跟他们并没有什么瓜葛。至于那个杀手，他杀我做什么？而且谋害当今的驸马，那可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驸马，案子查清以前，谨慎为妙。是。婶婶，婶婶，敏儿，你可回来了！我和你娘盼得着急，我出来迎迎你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婶婶，我要做哥哥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做哥哥了。不知我要有个弟弟还是妹妹啊？快回家吧，饭菜都做好了，你娘等得心都慌了。婶婶，你先回去，告诉我娘，我还要待一会儿才能回去。待一会儿？你不回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问他。夫人，包大人找勉公子有些事情，先去一趟开封府。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啊？是吧？夫人，您跟驴先回去吧。勉公子，咱们走。哎，婶婶，驴驮的是给你和我娘带的礼物。哎，端午，让你别跑那么远，去接勉儿，怎么牵头驴回来了？嫂嫂，这是勉儿的驴。勉儿的驴？勉儿去开封府了，说三黑找他有事情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勉儿说包裹里装的都是孝敬您的礼物。这个勉儿心里面第一个想的就是他三叔。哎，来，让我来啊。让开！去！三叔，您有什么事情
这么着急？敏儿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想你们了，请了个官假回来看看你们。回到了京城，不先见你娘，却急着跟驸马见面，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敏儿，告诉三叔。驸马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要听你说。我找驸马有私事。什么私事？我不想告诉您。为什么？三叔，我早已长大成人，自己在外面做官2年，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私事吗？敏儿，开封城这2天接连发生的3起命案，死的人都是跟驸马一起的同乡。我们正担心驸马的安危，你却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你跟驸马的私事成了三叔的公事，三叔必须查清楚。三叔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三叔，您怀疑我？我这一路颠簸，千里迢迢的回来看你们，刚进城，您就把我当成凶手。敏儿，有人能够证明你今天刚到开封城吗？有，江湖女侠小天猫，她可以证明。你见到雨柔了？她在哪里？她在乡下抓坏人呢。还有人能给我作证，他们与我同行，一路来到开封城。他们是谁？人在哪里？他们是谁我不清楚，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他们是来京城寻亲的，进了城我们就分开了。一场虚惊惊动了皇上，臣罪该万死。死的那3个人你都认识？回皇上，臣确实认识那3个人，因为当年臣与他们一起进京赶考。不过这些年，臣与他们就没有什么瓜葛了。至于包大人，他可能觉得臣与他们是同乡，担心臣的安危。臣心里感激之外，还感到有些突兀。臣做人小心本分，实在想不到是什么人，到底为什么要谋害臣。请皇上不必为臣担心。包大人可能也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了。他多想了。包拯不多想，朕也会多想。这种事情朕经历的多了，要你性命的人不会给你理由。驸马，你是皇上钦点的状元，又是当今驸马，皇上又将科举的事情交给了你，在有些人那里，你就是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还是谨慎为妙啊。朕已经降旨下去，让包拯彻查此事，希望是我们想多了。臣谢谢皇上。青女最近开心吗？开心。公主她经常念叨皇上。那你开心吗？托皇上的福，公主十分疼爱臣，臣更是开心的无以言表。但朕听说，你夜夜笙歌，不醉不归，不夜不归。回皇上，臣确实有一些应酬，不过是公主叮嘱臣多与朝廷同仁走动，好为皇上笼络人才。青女打小就跟朕吃尽了苦，你要在府里多陪陪她，多疼爱她，让她少受点冷落。朕已经加强了公主府的戒备，你待在府里安全，也让朕少操点心。谢皇上，臣遵旨。驸马，天还没黑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皇上刚才宣我进宫，告诉我让我多在府里陪陪公主。为什么？不知道是谁告诉皇上，我天天在外面吃酒应酬，不夜不归。皇上责怪我冷落了公主。是哪个长舌头的告诉了皇上？不知道。公主如果想知道，可以亲自去问皇上。开封府尹包拯找到你了吗？找到了。你惹了什么事？开封城最近发生连环命案，当年跟我一起进京赶考的3个同乡接连被杀，
包拯担心我是第4个。那你是吗？公主希望我是吗？你要真有惹麻烦的胆量，我反倒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可你有吗？没有。公主，皇上让我在府上多陪陪你，我该怎么做呢？那就让我眼不见，心不烦。来，多吃点啊！2年没吃你娘做的菜，馋吗？馋，做梦都馋。再好的山珍海味，也不如娘跟婶婶做的粗茶淡饭啊。来，多吃点。来，那就多吃点啊。哎，对了，婶婶，郎中有没有跟你说，你给我带来一个弟弟还是妹妹啊？郎中说是个男娃子。太好了！郎中有没有说是像我一样的白娃子，还是像我三叔一样的黑娃子呀？白娃子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敏儿，你回来了，不先回家看你娘？你跑开封府干嘛去了？过堂去了。过堂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开封城发生命案，我三叔呢怀疑我是凶手，你们说荒不荒唐？去，要饭到别的地方要，这里没有吃的，只有学问。我们不是要饭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什么人？我爹。你爹？哼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书院，里面有状元、探花、榜眼，就是没有你爹。我男人就是来考状元的。来考状元的？他是哪里人？叫什么名字？岑望祖，均州人士。没有此人。您没查，您怎么就知道呢？这个书院一共有365个书生，每一个人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住在哪里，我都记得滚瓜烂熟。没有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大人，是这样，我们母子3人不远万里从家乡赶过来，孩子都3年没见过爹了，您帮帮我们，帮我们查查吧。哎呀，求我也没用，你去别的书院找吧。那您这个书院均州的考生一共有几人？均州的有倒是有，不过他不叫岑望祖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姓白，叫白幽鹿。我认得他，他是3年前跟我男人一起进京的。这样，您带我去见他，我问问他，我就知道了。你来晚了，见不到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死了。怎么会死了呢？哎。娘，那人说谁死的？跟你爹一起读书的人。他咋死的？娘咋知道？那我爹死了吗？你这孩子，你爹他活得旺着呢，他能活100岁。走。大人，驸马到了。啊，学生给相爷请安。不知相爷叫学生过来有何吩咐？没有吩咐就不能找你吗？啊，学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翅膀硬了的意思？学生不敢，在相爷面前，学生永远是学生。你看看这是一盘什么棋啊？残棋。你说
本相这盘棋能赢吗？此局胜负，楚汉双方各占一步，就看谁用得好卒子了。说得好啊！昨天枢密使张德林大人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们俩老了吗？”本相答不上来，你替我回答。如果是养一家人，您可能老了；但是如果说管天下人，您正当年。怎么讲？农夫耕田种地靠力气养家，宰相挥笔舞墨靠智谋定天下。那做先生呢？姜是老的辣。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家